解放战争当中，刘邓大军只剩下不到6万人，为什么能够在1年的时间里面就恢复战斗力？1947年，刘邓大军在军委的指示下，千里挺进大别山，进行敌后作战。出发前，刘邓大军有20多万人，但是在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过程当中，部队减员非常严重。到了1948年初，部队只剩下不到6万。可是仅仅1年的时间，到了渡江战役开始之前，刘邓大军的人数又达到了28万，人数增加了4倍有余。为什么刘邓大军在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过程当中，损失这么严重，竟能够短短1年的时间里面，将部队的人数增加到28万？主要有5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刘邓大军在外线作战连战连捷，缴获了很多武器装备。就比如洛阳战役当中，中原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军青年军206师和地方保安部队将近2万人，缴获了美式105榴弹炮3门、野炮6门，其他小口径炮180门，轻重机枪440挺。等到淮海战役之前，刘邓大军已经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，让刘邓大军的实力已经恢复到了1947年的实力。淮海战役胜利以后，华东野战军将在淮海战役当中的缴获基本上都给了刘邓大军。在双堆集战役缴获黄维兵团的武器装备，各种口径的火炮939门，重机枪420挺，轻机枪2030挺，步枪19200支。所以到了渡江战役之前，刘邓大军的实力终于恢复到了1947年，甚至有所超过。在渡江战役之前，刘伯承元帅在对军委的报告当中就有提到第2野战军的装备情况。报告里面是这么说的：野炮29门，山炮110门，榴弹炮22门，化学迫击炮18门，重迫击炮16门，82迫击炮382门，60迫击炮1085门，重机枪1014挺，轻机枪5109挺。第2个原因就是靠着5个军区和30个2级军分区对一线部队进行人员补充。就比如刘邓大军扩编的9纵基本上都是山西的太行子弟兵，11纵也是1纵的1个旅，再加上地方部队扩编的，因此刘邓大军就是靠着下面30多个军分区20多万后备兵员的支持，才能够越打越多。第3个原因就是刘邓大军加入了很多经过改造的俘虏兵，就比如在淮海战役结束以后，刘邓大军接收了3万多的解放战士，解放战士在刘邓大军的比例非常高。在1949年，第2野战军新加入的解放战士占比达到了1/10，如果算上之前加入的解放战士，这个比例会达到3%以上。第4个原因就是华北军区提供了4700多名干部给了中原野战军。第5个原因就是解放区的改革。这一次改革抛弃了之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，改为减租减息，团结富农和中农。这样的政策改革让很多人踊跃参加解放军和支援前线作战。这5个原因让刘邓大军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，将部队从6万人发展到28万，同时也侧面地反映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。